那大家好，我是 FCGRZ，就在今天1月24号公布了2月6号会试用的这个净现卡表那这个卡表的话，你可以关注一下日期是2月6号，等于说它理论上来说应该会跟着新卡包一起出，所以这一期的影片的话，我们只讲这个卡包改了什么。那就是环境的强度或是 T 表，我们是不排的，因为到时候得跟那个新卡包一起看。我只能跟你说，这卡包会造成什么影响，还有这卡包我们可以读出什么资讯。OK， 好不好？那大家这样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首先是静止卡，这个魔理跟限制王这两张卡，我只能说死好。对 ，BO1 是不希望有这两张卡片存在的。我是觉得，头上有静止符号的人，没有人是冤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死好。对，这个主要就是那些 P 牌嘛，它会调度魔理，然后就是不然就是用妖精龙去调度，就都有60 GS， 有些也会调度魔理啊。然后召唤先总也是，就开了速生开了，基本上就是赢。这种卡片就波1不太舒服了，所以静一静也好，没啥问题。就天杯龙既然削弱了，那就更没有必要留着这种打天杯龙好用的卡片。去毒害其他卡组，所以这个也是死好。然后香炉的话，这个用的没那么多，但是也就这样吧，就该关一关，也无所谓，对吧？那 G 限2我觉得挺合理的，就主要是这个月确实吃 G 吃的太多了，我感觉上就你可以看到说一堆多多米宝加 G 是让天杯龙这个死人卡组就是又多喘了2口气啊。所以这个局我是觉得，先限2吧。啊，你要说 MD 会不会限制甚至禁止？我觉得几率比较低。限制有可能，禁止不太可能。当然，我觉得限制应该几率也偏低啦。就是主要是G 在的环境的话，就是 G 你要进 G 是可以的，但进 G 要有很多配套，比如说那些泛用的终端，什么神功 S 龙。之类的，就各种卡片都要考虑去做到禁止，就是你要去对标那个 TCG 他们的禁卡表。那你为了动一张 G， 你要动100张卡片，我是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啦，应该不会这样做。所以 G 应该最多就停在限2，暂时是这样。但具体来说也是要看下个月环境怎么样。而且，还有一点我们后面再讲了，对。然后再来是开门，然后开门的话就那个天杯龙，对。那我觉得啦，砍完一定还能玩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一定砍完还能玩，但是我应该不会想玩，就这样，因为你又砍开门又砍狙，就等于说现在已经很少，动点又更少了，逻辑大概就这样。然后，但一样啊，就是天贝龙就是一个下针对卡就可以抓环境的牌组，所以搞不好 DC 杯就还是有他出手机会，也说不定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几率不高，就本身牌组 power 就是下降的，这肯定没有问题，对。那再来是这个王座就优贝尔嘛。那优贝尔其实放在这环境来说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看，因为主要他很怕鸟居啊，很怕水母啊，很怕狙，什么都怕。本身动点在这个环境上也是偏少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联想到新卡包的话，我觉得一切都会合理。那包括下面烙印这些解出来的，阿尔贝、萨隆跟开幕。对，我觉得这些你如果放在一起看的话，就会合理。就是新卡包应该大几率是有克魔的，优贝尔限制为什么？因为克魔出来之后，优贝尔如果王座不是限2的状态的话，会太强。就优贝尔整体太完整了，它跟同期的相比，就是那时候史卡三巨头嘛，蛇眼、优贝尔跟那个天杯龙，蛇眼跟天杯龙已经砍了好多刀了，但优贝尔却只有砍到不痛不痒的王座跟幻影限2，那克魔优贝尔本来就只摆2张幻影，那等于没砍，对吧？他原本是砍的那个解门跟招来神，那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你还有3个王座，那现在王座在限2，那如果克魔来的话，确实这边把烙印放出来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就烙印本身是用不了克魔的，但他又不希望环境太纯粹是克魔系，所以应该是希望把一些旧的东西放出来做一下强度平衡啦。就至少或多或少会有人去玩这些，不然我觉得以现在版本烙印的强度来说，是完全没有必要开这些东西的。就烙印是完全是一个可以竞技而且是有强度的卡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啦，新卡包几乎必出克魔。那克魔也是为什么我说 G 暂时也不可能去禁掉的原因，就是
克魔，你们如果玩过 CG 的克魔环境，你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后手唯一的依靠。如果没有 G 的话，我不知道后手要怎么玩游戏。你下了再多手坑，你也打不停他。这些壶就不讲了，这些壶应该除非有什么很特别的玩法，不然应该没什么用。然后神性人的话就费剑嘛。就是这卡片强是强啊，当年是强啊，现在强不强不知道。但这卡片放出来之后，凤凰人肯定是比红蝶强，就这样。那这卡表大概就是这样啦。但是从这卡表来说，我们可以读出的资讯是克魔蛮高几率有可能会出的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灵王的波动跟圣王的粉碎，这两个卡片不知道出不出。如果灵王波动会出的话，那放这些又更合理了，因为烙印特别怕灵王，对，烙印特别怕灵王，所以。如果灵王会出的话，放这些就更合理了。那灵王会强化的最直观的就是天悲龙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炎王吧。那时候我记得也有什么那个灵王炎王，那时候也有人在玩。但我不知道炎王现在那个完整度是能玩还不能玩。好，反正就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圣王的话就速生，速生有圣王会强一些，因为圣王能用的比较没有那么多，啊，速生是能用圣王的，但他用不了灵王，就这样。对，那这卡包能读出来的资讯，应该说这个进卡表能读出来的资讯大概就是这样吧。那因为暂时也没有什么消息的缘故，所以也不能说确定，就大部分都是我猜测的啦。那我自己觉得，个人简评这个进卡表的话，我觉得蛮合理的啦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是我忍你们很久了，对，你们该死就去死，好不好？我忍你们很久了，那在那边胡作非为了，我忍你们很久了，已经早就受不了了。然后开门也是，开门跟 G 就该砍，差不多，就这个数量大概就是可以接受。对，王座的现是让我最觉得会出克魔的原因，就不然真的没有理由砍这版的尤贝尔，就是没有很强，就真的没有很强。他不烂，但是他也没有到超强。就是可以接受的主流的强度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。对，因为这版你们如果有玩的话，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，就是应该也没有什么真的很强的主题，就是每一副牌组都有每副的问题，每一副都有一些自己的小优势，这样子就没有必要特别针对优贝尔去做削弱了。但如果克魔要来的话，一切就很合理。对，因为克魔对优贝尔来说是大加强，然后那时候环境的三巨头又是那三个，就优贝尔。蛇眼跟那个天悲龙啊，其他两巨头已经被削了千疮百孔了，就尤贝尔人还好好的，对吧？那本集针对进卡表的影片大概就是这样啊，就具体来说也没有讲太多理解，我觉得这进卡表改还是可以的了，就该进去的进去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对，好，然后该预防砍的先预防砍，那期待就下一个月的卡包啦，好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实况来询问。如果做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哦。我是 FC 加 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